收怎么样了，仙女儿？累不累？不累。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帮我把书装上吧。好。搬家公司快到了，我们得快点了。穆成允，温霜降，你胆子够大的呀！怎么啦？你珍藏追过你的前男同事的签名干什么？什么？都一直放那儿，我都忘了。说谁呀？还给你签名？牵强啊！他演过那个梦醒时见鬼的鬼小孩，你忘了？我们一起看了很多遍。啊，我记着，这小孩嘛，人挺好。我怎么记得有人看的时候一直捂着眼睛呢？没有吧？你记错了，我看的可认真了。那个小孩脸都是白的，小伙子不错，留着。你还有没有空的箱子啊？我东西装不下了。我房间好像还有一个箱子没装满，你看一下。好。那我帮你把唱片拿出来了。哦，好。这个铁盒还要吗？最近一次坐飞机去的城市是哪？什么赖提木啊？谁在意啊？约会。这是我实习时第一次发表的文章，这是当上正式记者那一天写的。怎么样？能用吗？沏了一杯红糖水，吃啊。这些年，你去了很多次颐和。之前不是跟你说了吗？无染发长生，我一直没忍。怎么了？我小子记好，不许哭。没和我在一起之前，遇见什么事情都不哭。和我在一起以后，
都过多少次？其实我毕业典礼的时候看到你，但是我以为我看错人了。认错人，我挺好的。你要是把我认出来了，那我岂不是很没面子？自己还偷偷跑去找你。我那个时候就应该冲过去找到你。这是，阿姨，我真的太没有用了。又怎么啦？我本来想要应聘华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以后在事业上也能多帮帮云城，我们共同语言多一点，他也能早一点回心转意嘛。可谁知道，这个岗位分给了顾云峥，顾老师。苏维安就是顾云峥的女朋友，那我再怎么努力，也都没有用了。这不是作弊吗？华人这么大的医院，怎么能允许这种事发生呢？是啊，我当时出事的时候高手云集，不是8年制的博士，就是7年制的学硕。他一个本科生，怎么就能够通过复试的？这一定是顾云峥上下打通了关系。这个女孩真不简单，华人岂能容她为所欲为？行，我知道了，等你叔叔回来，我就告诉他，他一定会严肃处理的。嗯。还不睡呀？哦，这就是。听说云峥交女朋友了？你听谁说的？这个你别管。我还知道他的实验室现在正在招人呢，是不是？嗯，我们组里缺一个研究助理。哎，你怎么还关心这个呀？他的女朋友就在这个研究助理的候选名单里。说什么？谁？苏维安。就是备选人里面唯一的一个本科生，人家都说这个岗位是因人而设的，要不然一个本科生怎么能把博士生、硕士生都 PK 下去啊？你说，要不是因为这个，还能因为什么呀？太不像话了！是这个研究助理的学历要求不高，但我绝不允许他儿女情长和工作混为一谈。工作单位里这是大忌。哎，你可千万别跟云峥发脾气啊！你们俩关系本来就不好，你要再说他交女朋友的事儿，那他心里指不定怎么记恨你呢。那我也不能由着他为所欲为吧？那个小冉也在应聘这个职位呢，要不你把这个职位给他，不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冉见不见我不管，这个苏维安绝对不行。就是他吧？是他，这别人是他，太过分了！我们在这儿拼死拼活的学，结果他就是本科毕业，找了一个教授男朋友，直接解决工作上的问题，真是受够！看你的书，看他那样，真是受够！嘘，小点声，别被他听见了。内定的早点跟我们说啊！害我们白跑一趟！哎呀，你小声点吧，别被他听见了。怕什么呀？他敢做，还怕被说啊？走。平时静悄悄的华人校友学，
怎么突然这么热？看一下。糟了，小老板，怎么了？慌慌张张的。你看，大小微信群都在传，苏维安是学术妲己和顾云峥权色交易。你看，这条更过分。苏维安抢论文署名不成，被迫退学；顾云峥冲冠一怒为红颜，公报私仇抢温冉名额。这都是谁在带节奏造谣啊？温冉，糟了！我去，这什么呀？这什么东西啊？行，那么多人呢？不是，你们学医的人智商不是都很高吗？怎么还有人信这种八卦传言啊？这一看就是温冉搞的鬼，他太不要脸了。也不意外了，这是他一贯作风。温冉，你看，顾医生实名发帖了。还发起了投票，是否支持公开家事？哇，大家喜欢看热闹，肯定支持家事的人多呀。温冉，顾医生这招霸气胡切，帅。老师，为什么最后录取的是温冉？医院不会真的相信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吧？是您亲自主持的整个面试和笔试，整个过程都是公平公正的，不能因为一篇乱七八糟的帖子就取消掉苏维安的录取资格呀。云峥啊，不是因为那篇帖子，在帖子出来之前，录取的结果就已经定下来了。那为什么不是苏维安？您不是跟我说他不管是笔试还是面试都是第一吗？不错，苏维安的面试还有复试成绩啊，的确是第一。但是，综合学历分数以及在校绩点等等成绩，温冉都与他不相伯仲。而且呢，杜院长也认为温冉更具有科研的潜力。杜院长。云峥，苏维安的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你凭什么滥用职权不予录取？这个人能把医院搞得不得安宁，你信吗？他当初为了争署名权，能撕破脸，闹出那种丑闻。我绝不允许这种工欲心计的人在华人的实验室里兴风作浪。没有调查，是没有发言权的。明明被抢署名的人是他，被泼脏水的人也是他。苏维安到底做错了什么？他在医学上有天赋、有能力，更有热爱。我实验室就是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是实验室需要他，还是你需要他呀？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这样吗？公私不分，随便找个护士带回家做老婆。哎，老杜，云峥，你再怎么生气着急，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我当初是辞了职才跟你爸爸结婚的。再怎么说，我们也是你的长辈，怎么能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顾云峥，你不用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你不就是为他来向我求情吗？求情得有个求情的样子。就你这个态度，休想让我改变主意。我不是在提谁求情，只是竞争本来就应该是公平的。我实验室聘请的研究助理，必须是靠实力获得，而不是迫于什么舆论，或者是通了谁的门路。请您看一看，已经有超过90%的人同意公开家事。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苏维安和我的名誉，
更加关乎到华人的声誉。如果您想公平公正，那就正大光明，再比一次。郭云峥，论坛上的帖子我看到了，说的有多难听，你知道吗？你是怎么保护他的？你凭什么怪到我身上？这件事情很明显，始作俑者就是温然。你们俩的破事儿，为什么每次都要殃及到维安身上？我不知道你用什么花言巧语，骗得他宁愿在你这里作为一个小助理，也不愿意在我这里当一个负责人。如果你再让他平白无故的蒙羞，我对你不客气了。原来杜总拿劫灰实验室负责人诱惑过维安。谢谢你的提醒，如果你不说，我还不知道维安他原来这么热爱医学，热爱科研。郭云峥，不要利用维安对你的感情，再让他受半点伤害，咱俩没完。我跟维安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你看好自己的前女友，让她离苏维安远一点，否则我不会善罢甘休。这是什么？家事通知，是不是你的帖子起作用了？对呀。谢谢我的顾老师。苏维安同学，那我们这次就在所有人面前拿出你的真本事，让我们正大光明地赢下这一局。必须的。又跟大学时候一样，你又帮我建了一次考场。加油啊！各位老师、评委们，在加试之前，我想先说几句话。我经历了笔试和面试2轮考试，获得了这个研究助理的岗位，整个过程公正、透明。我不知道再加试一场的必要性在哪儿。如果这次加试仍然是我胜出，是否可以到此为止？不要为了给个别人开后门，浪费学校的公共资源。这次的加试啊，就是最后一次考试，录用结果我们会当众公布的。好的，主任。既然都考了2轮了，你们就简明扼要的说一说，你们认为作为科研助理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好的，我认为做科研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不能半途而废，不能碰到一点问题就逃避。我经历了8年不间断的寒窗苦读，获得了华人医科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学校期间，我获得了科学杯1等奖等诸多奖项，也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深知，成绩是过往，也是累积，只会更加坚定我对科研的热爱和追求。苏维安，该你了。好，我认为，作为一个科研助理，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做好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数据、每一个推论、每一个实验，都应该是严谨的，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弄虚作假。苏维安，你这么看重数据和实验，那你有发表过什么科研成果吗？而且你中途退了学，你真的了解
学术研究意味着什么吗？我了解。在校期间，我完成过一篇专业论文。这是完成吗？完成和发表可不是一个概念啊。我的论文曾被人发表在影响因子大于6的杂志上。我想我的论文质量应该不错。那怎么你这个文章的内容和温冉获得科学杯1等奖的论文一模一样呢？你们是共同发表的吗？那为什么不共同署名呢？我也想知道为什么。主办方在接收到我的举报信之后，第一时间撤销了1等奖的奖项。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被撤销的1等奖会出现在温同学的简历里面？各位老师，这个科学杯1等奖虽然被苏维安同学恶意举报，主办单位也只是暂时收回了奖杯，获奖证书还在我手上。后来我们向主办单位提供了详细的证明材料，导师确实是根据工作量和贡献量来决定的。这个第一署名并不是我抢他的。你我都清楚，我离开学校的时候没有带走实验日志，所以你断定我拿不出证据来。但是老师们都知道，科研是环环相扣的严谨，做不得1点奖。那篇论文中使用的是荧光染色法。温同学，作为这篇论文最大贡献者，你应该很清楚实验的方法和步骤吧？是。我想也是，因为你在另一篇论文中采用了一模一样的荧光染色法。我想请问，在试验当中，你用的依抗是哪家公司的？时间这么久，事迹这么多，怎么可能一一记得？不记得。文章中明明写的是 Meka 公司。那就是吧。有什么问题吗？那你可以告诉在座的各位老师们，在试验当中，你是用什么方法避免假阳性的吗？这个在我论文里面的实验报告当中有具体方法和详细材料。在我举报的那篇论文里面，试验采用的受体蛋白依抗是2014年3月从美国发出的。抗体公司在这批次中做了特殊标注，增加封闭时间，减少依抗孵育时间，而且要加用试剂冲洗，避免假阳性。这一批次之后，试剂就做了改进。但是温同学他在新一篇的论文当中采用了一模一样的方法，他跟他的审稿老师都没有发现，用他的实验方法根本得不出实验结果。温同学，新论文是你自己撤，还是等待再次举报？我可能记错了，我用的那个试剂可能就是2014年3月那批。2篇论文相差3年。怎么可能用一批试剂呢？第一篇论文实验刚刚结束的时候，因为试剂消耗过大，贺晓光老师还叫我去申请加购新试剂，这都是有记录的。学长，那个，我可能是用了科里其他老师没有用完的试剂。老师，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家事没必要继续了，到此为止吧。人事部马上出一个方案，彻查近5年来各科室发表的论文，凡涉及学术造假，绝不宽容。王主任啊，尤其是贺晓光和温冉署名发表的那2篇论文，一定要彻查。科学研究容不得任何造假，我们华人也不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杜院长，那今天的评分和结果是什么呢？
我宣布一下，从今天起，神经外科立即开展全科整顿，严查学术不端行为。顾云正医生，你来负责科里论文的审查工作，任何瑕疵都不能放过，啊！好。小老板，谁赢了？谁赢了？小老板，苏维埃赢了啊！耶！我就知道他会赢。来吃饭了。怎么样？这个可是我上学的时候做实验的专用造型，像不像医生？你就是医生。来拍张照。3、2、1，好。看，来了。像是那么回事吧？维安，这次你跟温冉 PK 赢了，但是不代表那些流言蜚语就会消失。你真的做好准备要跟我一起工作了吗？当然了，我可是堂堂正正进的华人，不会给你丢人的。光不丢人可不行，我的要求是很高的。哎呀，我知道，知道。以前被你怎么折磨的，我还历历在目呢。我说真的，我们这次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动脉瘤和 HDQ39有关的直接证据，否则就有可能会有新的不良事件发生。我们这段时间的工作量和之前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你要有心理准备哦。香吧？我好像闻到了狐狸的味道。你，我后悔搬过来了，简直是羊入虎口，给了你这个奴隶主奴役我24小时的机会。怎么舍得呢？顾老师随时化身咖啡师、按摩师、清除师，24小时竭诚为苏吐水服务。你身份倒是蛮多的嘛，还差一个苏家准女婿的身份。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兰姐啊？得寸进尺。时间不早了，我坐地铁，你开车，一会儿医院见。哎，不是维安，你就不吃了吗？我去医院吃饭吃，第一天上班不能迟到。我辛辛苦苦做的。不住在一起了，也不能一起去上班，委屈。好啊，苏维安，你为了报复我和贺老师，就在这么多人面前当众抹黑我。陈述事实而已，怎么是抹黑了？上次我跟你视频的时候，你早知道抗体有问题，你怎么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在家事的时候说？文冉，以前我把你当朋友，你问什么我说什么，你求什么我帮什么。但是从你在贺老师那儿颠倒是非以后，你就不是我朋友了。你别以为你有多厉害。是，实验是你做的，论文也是你写的。可是如果没有爸爸后期的润色，你以为你那些内容能上6分的杂志？原来那篇论文的后期修改出自温教授啊。确实，以你的个人能力，改不了那篇论文。当初你求着我，把你姑姑弄进 HDQ39临床实验，我也做了。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我确实应该感谢你帮我问你爸爸，但是我打听过了，我姑姑是严格按照隐蔽分组规则的，这也能是你邀功的理由吗？当初是你自己求着要进我爸爸的试药，后来也进了，现在出问题了，你就要搞事情。我早该看出来你就是这种忘恩负义的人。温冉，科学研究跟个人恩怨无关，不要总是混为一谈。知道就好。所以你再怎么讨厌我，不要干涉我父亲的药物。如果你敢糟蹋别人的心血，我跟你没完。
梁亚怡，你干嘛污蔑小冉啊？学生会主席，你们公平竞争就是了。维安，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们管不了。我亲眼看到温然把一块手表送给上一届主席，候选人之间的评分很接近。你应该知道他那一票很关键的。梁雅怡，你误会我了。学长刚好打球，把手表落在了球场，我捡到了还给他而已。你捡到的是带有圆盒的全新手表吗？我看得清清楚楚，你休想抵赖。你有证据吗？苏维安，温然在撒谎，我没有骗你。骗不骗你要拿出证据来啊！下次别乱说。早晚有天你会知道，你为什么样的人出头。贺晓光被谈话，温冉撤销博士学位。天哪！他俩是被开了吗？亲爱的苏同学，第1天上班别忘了打卡考勤哦。你什么意思？我问你话呢，你就是利用温冉和苏安的矛盾，故意给我泼脏水，对吧？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都使得出来？贺医生是不是记性不太好？究竟是谁为了巴结讨好权威，抢了自己学生的学术成果做嫁衣，污染了华人的学术环境啊？行了吧你？你就是院长和王主任希望看到我们两虎相争吗？两虎相争。两虎相争的前提是两只都是虎，像贺医生这种抢了自己学生论文的人，只是学术蛀虫罢了。你就是挟私报，你都是为了他。苏帆是什么人啊？那就是个疯子，他敢在室内年会和文教授打赌。文教授什么水平，他什么水平？那是一个 level 吗？哎，我还真心劝你啊，不要拿你的名誉给他背书。那如果他证明我离开华人，你除了要离开华人，你还要当众承认你当年对他做的事情，向他道歉。如果苏文不能证明这第639，确实能引发动脉瘤，你和他一起离开华人，敢吗？一言为定。说到做到。1个月期限。你们看到招贴栏没有？这次院内彻查学术不端，真给了贺晓光和温冉严厉处罚。贺老师有这黑历史，以后呀，估计身迟无望了。温冉也被取消博士答辩资格了，变成本科生了。这苏冉可真厉害啊！完美诠释什么叫做女子报仇3天不晚。人家现在可是过了。苏维安，你过来。怎么啦，顾老师？亨廷顿多巴胺能系统的治疗药物主要分几类，作用机制是什么2大类，针对运动症状和非运动症状，主要作用机制包括抑制 VMAT 和直接阻滞多巴胺受体。目前在研的药物当中，近2年来进入到临床3期的药物有几种？3种，分别是 NRT057、HYD902，还有 HDQ39。但是前2个药物在瓶颈期已经停滞1年多了。瓶颈期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复杂。这2个药物在3期临床结果的论文里有过一些分析，还有亚组分析也出现显著性的差异。有一种说法是，这个药物的作用可能是长程的，观察时间不够长。
那些药厂为自己留后路的话，就可以不用再说了。你自己的分析是什么？样本量毕竟大了几倍，有可能是结果遭到了稀释。你是说3期的结果不准？不是，我是说2期结果可能存在偏移。哪里的偏移？2期临床的结果当中，入组患者的病程用什么来表示？中位数。3期临床中，入组标准的依据是什么？这个是补充材料里的内容，我只看了正文。8个小时，10篇文章，平均每篇文章40分钟，你都看了些什么？不管是正文还是补充材料，这些内容对于评价一个研究都是非常有用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你为什么答不出来？对不起，顾老师，今天之内我补上。顾老师，知道您一向要求严格，可是苏同学毕竟连研究生都没读完，第1天上班就给人家布置这么多任务，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他跟其他人来比，做成这样确实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自己的实力远远不止如此，做成这样根本没有宽恕的余地。苏维安，如果你拿不出实力，就永远只能被人诟病靠关系。好的，顾老师，今天下班之前我会精读一遍，包括补充资料。我排了老长队才买到的。老板，你学过变脸呐？一下班判若两人。什么老板？你才是老板。我怎么敢呢？老板布置工作的时候颐指气使，吓得我现在还在瑟瑟发抖。哪个老板那么作妖？我帮你收拾他。我还以为今天当众那么说你，你真生气了呢。我有那么不识趣吗？我知道你是在帮我，而且确实是家事引起的论文整顿，大家难免对我有怨气。不过呢，你对我越严厉，大家就会越同情我。是，也不是。什么意思啊？你刚才是真的想训我？回家说。先吃，吃完再说。先说，说了再吃。维安，我为什么要让你看那些文章？了解所有的研究进展。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求证 HD-39的问题跟动脉瘤的关系。没错，你想过没有？为什么研究机制相似的同类药物总是在3期临床的时候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比起论文里面那些冠冕堂皇的论述，我们难道不应该了解他们真正在做什么吗？你难道不应该全面掌握补充材料吗？应该。是我考虑的太少。那就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我们2个一起，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这10篇论文过一遍，在论文当中找到突破口，来设计实验。这么痛，就不应该跟老师谈恋爱，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复习资料，还有考不完的试。怎么，怕了？现在后悔可来不及了。你说，别的情侣也跟我们一样，整天没日没夜的搞事业吗？你不想搞事业，难道想搞点其他的？吃吧。
沉迷学习，无法自拔。吃吧，来，西兰花。妈，云城回来了。着急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爸呢？哎，你别喝那个，这是我刚煲的雪梨银耳汤，给。你们一个个都是大忙人，都没人陪我。有什么你就直说。我这不是听说小冉没应聘上那个研究助理的职务吗？医院他也待不下，要不让他上你的结辉公司？怎么公司运营的事儿你还插手啊？妈知道你们俩分手了，温教授现在研究的那个项目呢又出了点问题，可小冉对你的心没变过呀。况且你的公司也需要像小冉这样知根知底、一心为你好的人，去帮你解决一些棘手的问题，不是？棘手的问题。云城，我就说嘛，我们3年的感情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小冉，听说那个研究助理的岗位，最后你没有面试上。结辉现在正好缺一个市场经理，来公司帮我吧。云城，我之所以去面试研究助理，就是想着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需要我，我都能在你身边。只是没想到会被苏维安暗算。之前跟他视频的时候，我问他染色后假阳性太重怎么办，他当时都没有提抗体的事儿，他就是故意陷害我。这些都不重要，你的能力我心里清楚。只是公司对于业绩审核是有要求的，不能因为你是我介绍的就放宽标准，这一点你能理解？当然，我不需要什么特殊待遇，只要能够在公司远远地看着你，我就知足了。云城，我知道你以前喜欢过苏维安吗？再见到他，你心里肯定放不下。不过她现在已经是顾云峥的女朋友了，我们还能不能？小冉 ，HDQ39，我投入了多少的心力，这些年你都看到了。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一个负面新闻，能不能顺利上市还是个未知数。如果不妥善处理的话，对杰辉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以，我现在没有心情去考虑别的事情。破盲结果显示，这3例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服用的都是 HDQ39，而不是安慰剂。这个你怎么解释？老师，样本脱落不超过10%，不会影响 HDQ39的上市。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药物的副作用，能轻率上市吗？只要流程合规，上市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你现在准备材料，上报伦理委员会，让他们来决定。老师，患者是在脱落以后才出现的不良事件，不是必须上报。小点儿，你别忘了，我们是医生，我们考虑的是患者的健康为第一要素，而不是其他。我研究 HDQ39就是为了能够真正缓解亨廷顿舞蹈症患者的症状，而不是要追求什么上市盈利。你现在说这种话，不像是一个张和医院的医生，倒像是一个杰辉公司的员工。老师，你说说，杰辉公司给了你什么好处？老师，我承认，我是有一些急于求成，那也是因为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这么多年的辛苦付诸东流。我跟杰辉公司真的不存在利益输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温小姐，
他现在已经是杰辉公司的员工了。你说什么？文文，你回来啦？哦，老温，喝口水。小冉，你为什么没跟我们打招呼就入职结辉了？啊，我不想搞临床，我想搞科研。云城呢，正好有个空缺，结辉又是大公司。哎，小冉，我不是听你之前说你要应聘华人实验室的研究助理吗？哎，是啊，我考虑了一下，我觉得那个华人的待遇不如结辉好。你是不想干了，还是不能干？你入职结辉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搞得很清楚了，你知道吗？你女儿是被华人开除的。小冉，你爸爸说的是真的吗？到底怎么回事啊？不是吧？是那个苏维安，他一定要跟我争那个研究助理的位置，他就是想证明你的 HQ39有问题，他不怀好意。小冉，你怎么还在撒谎啊？当年那篇影响因子6分的论文，苏维安才是一作。不是吧？是那个苏维安，他一定要跟我争那个研究助理的位置，他就是想证明你的 HQ39有问题，他不怀好意。小冉，你怎么还在撒谎啊？当年那篇影响因子6分的论文，苏维安才是一作，是你抢了他的署名才被举报的。你说说，你还想瞒我和你妈多少事情啊？老文，消消气儿，别不好好说啊。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小冉不管是在华人还是在结辉，她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行了嘛。你就别再护着她了，行吗？我真没想到，我温玉良的女儿竟然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行了，以后不许你再到结辉去上班，更不许跟那个杜云成再有什么来往啊！为什么？关杜云成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你杨处知道吗？他现在的行为举止非常的反常，我充分怀疑他被结辉贿赂了。所以我认为杜云成接近你，他的目的并不单纯。当初是我追求师兄的，分手之后也是我求着跟他复合的。你的研究出问题，拿我出什么气啊？你恋爱上头了吗？妈，那怎么这样呀？小冉，你别怪你爸脾气不好，这件事啊，你是该好好反省一下，不省心。云晨才跟我刚和好。黑夜拨动时针，喧嚣逐渐代替无声。我们沿着相遇剧本，像前夜的彩虹，还有穿过沙漠的风，都曾经是我们的见证。谁不是茫茫中迷途的人，找寻1/1000的可能，困在这因为命运的城，却依旧追逐着星辰。别担心我爱着的迷途的人，只陪着温暖孤独灵魂。让我拥抱你的裂痕，你如星灿烂，闪烁在落寞时分。
怎么样了？怎么全都是阴性啊？动脉瘤的发生率本来就低，再加上我们第一批实验鼠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是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才是第一批实验鼠，我们还有第二批。现在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样本量不够大，说不定第二批实验鼠能有一个阳性呢。我仔细想了一下，虽然我现在仍然坚信我们最初的设想是正确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条件，让一个小概率的事件变成一个大概率的事件，这样我们就不是在碰运气了。大概？你是说？你姑姑是不是有高血压？是。我明白了，我们要在转基因模型鼠上造出高血压模型。或许高血压患者的血管内皮对 HD-39更为敏感。聪明。忙着呢，忙你的，没事。我在网上刷到一个鸡汤，挺有意思啊。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着你演戏。哎呀，可惜呀！你说这个亨廷顿这个转基因的模型鼠一直这么贵，你这么搞下去的话，那太浪费了。老师，您现在申请不了科研基金，就算实验鼠不贵，您也买不起。别老觉得就你们最聪明。人家那药厂的前期实验不是白做的，总不至于你们是全世界医疗界最懂的吧？所以不要以卵击石，这何必跟任温教授的这个新药过不去呢？再说你们这科研能力和人家也不是一个水平啊。您的科研能力跟顾老师也不是一个水平，您凭什么评价？我说你这小姑娘说话怎么尖酸刻薄的？我就是来关心关心你们的进度。我们的进度跟你有关系吗？你不用工作，在实验室里闲逛。你还不知道啊？怎么了？谁惹我女朋友生气了？实验室的人欺负你了？怎么可能？实验室的工作量这么大，根本没人注意到我在。那是怎么了？你会觉得实验进度有点慢吗？慢。我们同时在进行细胞模型、动物模型的实验，相互对照验证，已经很大程度上的提高了效率和实验设计的严谨性，已经很快了。是，我本来也觉得没问题，但是你就1个月的期限，万一我们输了怎么办？怎么总是提输啊？你是对我没有信心，还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苏维安，你要记住，工作上我们是一个团队，生活中我们同样是一个整体。你现在应该要做的是，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做才能一起赢？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呢？六感细胞全被污染了。马上就要到培养时间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污染？我明明每天都打扫实验室，到底是什么问题？
600细胞全被污染了。你先别要着急啊，先把污染的细胞全都清理干净，所有的培养容器都清洗消毒。那可不行，必须马上解决。再拖延下去，被污染的细胞只会更多。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精准的找到污染源，那我只能里里外外再打扫一遍了。一会儿你先回去，我弄好再回家。必须要马上找到污染源。怎么又污染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喂，都12点了，你还不回来？你怎么咳嗽了？怎么咳这么厉害啊？我看看，发烧了，是不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应该就是着凉了吧？退烧药在哪儿？我去拿过来。维安，你别走，你就在这陪我一会儿吧。不行，发烧得退烧，我去买药。太晚了，一个人出去不安全。我可是一个人闯荡过拉卡亚的人，放心吧。你还好意思说？你在拉卡亚，肚子还破了一个洞。好了，好好休息，别说话了。冰箱里只有这个了，你委屈一下。舒服多了。那就好，快睡吧，睡一觉，明天早上就好了。维安，你不在我身边，我睡不着。都什么时候了，还撒娇呢？看我都烧成什么样了，你还不陪着我？少来这一套啊！我一会儿还得去修改实验设计呢。你快睡觉。睡得好吗？
8点了，真的是只想睡2个小时的。你知道你睡觉打呼吗？哎，我怎么上床的？我怎么知道？如果不是你自己跑上来的，难道是我一个病人把你抱上来的？退烧了没？怎么还没退烧啊？我去买药，或者你跟我去医院。没事，没事，雨安，你快去上班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可以吗？嗯。我知道我的学历不够高，经验也不丰富，但是基本操作我还是可以完成的。现在我要清理实验室，如果你们放心，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实验器皿交给我一块清洗。如果不放心，可以在一旁观看。那我就开始了。要不要我帮你啊？当然好了，谢谢。我找到污染源了，你看，不是吧？有人吗？螺丝里面了。不会又给自己加班了吧？还说我是古巴皮，哪有你这么自觉的卷心菜啊？自己卷自己，卷得这么起劲儿。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李安，你怎么来了？退烧了吗？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门锁了，反正也出不去。与其干坐着，还不如找点事情做呢。你看看退烧了没？我退烧了。哎，行了行了，赶紧回家去啊！走。维安，走吧。准备放手了。还好吗？走吧。走吧。小苏早啊。你看，动脉瘤的
阳性率达到4%了。这么高？对啊，我们的试想是正确的。HDQ39对高血压患者的副作用更大，更容易引发动脉瘤。这样，我马上就去对鼠脑进行取材，完成切片染色。不用滚出花园了。哇！贺医生被匿名举报了，医院发红头文件要开除他，收受医药公司回扣，还有频繁对已无手术指征的病人施以数10万的高额治疗，给这些病人用大量高额化疗药，还把打开的药物随意丢弃，真的假的呀？这也太劲爆了吧！刺激。这阵势，我感觉要出大事啊！顾云正，今天我要不揍你！干什么？没事吧？在这嚷嚷什么呀，贺小光？你举报我，材料准备的够详细，你处心积虑呢，我是不是？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的自省，自己到底有没有做过那些违背医德的事。你少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你自己好好看一看，你输了，向苏维安道歉。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们俩联合起来在背后搞鬼是吧？跟我玩狼狈为奸是不是？行，咱们走着瞧。等着。小疯子，你跟我来一下。顾云峥，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贺小光被匿名举报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害人家这2天提心吊胆的，生怕出什么闪失。我告诉你就不会有闪失了。我不说，是因为贺小光离不离开华人跟咱们的实验都没有关系。那这个呢？这个疫苗接种单怎么回事？刚刚好是你发热的那一天。维安，我刚刚站了2台大手术，我现在又累又饿，你待会儿陪我吃个饭呗。我2个小时之后还要站1台大手术。2个小时后的手术是方明凡主刀，你只是个跟台指导，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我知道。你赶紧给我说清楚，为什么突然去打疫苗？前一阵子医院不是疫情吗？我作为一个医护工作者，当然是要先保护好自己了，保护好自己才能保护好患者。但是霍乱疫苗有必要打吗？我觉得有必要。万一哪天我去援外了呢？万一当地是霍乱高发区呢？我这是积极预防。我看你就是为了发烧故意去打的疫苗。什么叫做故意啊？积极参与疫苗接种，这是每一个医护人员的义务和使命。我看这是你丧心病狂。那你说我是为了谁？啊？要不是你每天24个小时待在实验室，不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我要是再不发个烧，谁知道你哪天能回家？谁知道你哪天能睡满6个小时？闹钟也是你关的对吧？我就说那天闹钟明明定了，为什么不响？我只是找了一个自己比较空闲的时间。我哪知道那个疫苗对我反应那么大？这只能说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不希望我一个人待在家里边。好了，实验结果不都出来了吗？咱们应该开心才对。那咱们要约法3章，以后你有事不许瞒我。我不想因为任何事情吵架。这2天明明很想你，但都没有时间给你发消息。那以后咱们回到家就像现在这样抱一抱，开启情侣模式。嗯？那这样呢？在医院干嘛呢？好了，既然你提了一条，那我也得提一条。以后
不管实验室再忙，你1日3餐必须按时吃饭。我可不能随时都看着你啊！以后1日3餐你都必须发微信给我，这也算是考勤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 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还没有评上教授的男朋友，请大家多多关照。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研究生毕不了业的女朋友，大家不用关照。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请问顾医生的女朋友今天晚上有没有安排啊？顾医生想和你共进晚餐。今天晚上还真不行，今天我妈把我姑从疗养院接回来了，我妈叫我回家吃饭，下次吧。这2件事情不冲突啊。你看咱俩交往这么久，是应该找时间去拜访一下阿姨跟姑姑了呀。没必要吧？苏维安。 你该不会还没有跟家里人说，咱俩已经在一起了吧？没有特别提起。那他们是不是还不知道，你跟我住在一起？嗯。是你妈妈不喜欢我吗？怎么会呢？我妈很喜欢你，而且，她还很感谢你救了我姑姑。那就是了。那既然这样，就更应该上门拜访他们一下。走。走了。哎，要不还是算了吧，我紧张。没什么。谁呀？来了啊！苏然，苏伟。 阿姨好，顾医生，你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他想来吃个便饭。啊？吃便饭。阿姨，今天呢，我不是以顾医生的身份来您家，我现在是苏维安她男朋友。 哦，那快，请进，快请进，来，进来呀。维安，你也是，你也不跟我说一声，顾医生要来。阿姨，其实也不怪维安，是我自己唐突了。我听说您要维安回家吃饭，我自己非要跟着一起过的。就是有点不好意思，我们家呀没有男士拖鞋，这双是新买的，要不就别换了吧。对啊，别换了。没事儿，这鞋该换了。哎，姑姑，说起来，您的动脉瘤还是需要做一下 CTA 的复查，看一下有没有上次遗漏或者是近期新发的。这样吧，等哪天您有时间了，我们还是去门诊再做一个详细的检查。那也好。嗯。菜准备好吗？我去做菜。我跟你一起，我跟维安一起。那可不行，顾医生，您今天第一次来，怎么能让你下厨呢？没事，阿姨。这样，您和姑姑就先坐着休息，然后我和维安把饭做好了，咱们一起吃。你们去休息吧。咱们做一个土豆烧排骨，好，再做一个蒜蓉鸡翅。你妈妈还喜欢吃什么？吃点水果啊！来，做一个烧茄子，然后再做一个青椒肉丝。好了吗？好了。我不吃。你尝尝。哎呀，我不
志，嫂子啊，你说他俩什么时候谈的？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说维安这个孩子也真是够奇怪的，谈了恋爱都不跟我说一声。我觉得顾医生人挺好的，你别说，安安眼光真不错。哎呀，就是他太体贴，太细心了，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哎呀，细心点好。你都不怕我被落着吗？别闹，别闹，苏维安，别闹了啊！维安，来，你过来一下，快点儿。关门。怎么了？你跟顾医生谈了多久了？有一段时间了。一段时间了哈，你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我说过一句啊！你这行，保密工作你做得厉害。我不是不跟你说，这不是想等更稳定一点吗？你们是不是都住到一块儿去了？怪不得你前段时间你神出鬼没的，你夜不归宿的你啊！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跟人同居了你啊！不是你想那样，是因为顾云琛他家离医院比较近，我才去他那住的。人家离医院近，你怎么就这么懒呢？就差这几步路，你就上赶着搬到人家家住去了？你怎么想的你？好了，别生气了。你说说啊，你跟他相处多长时间了？你对人家有多少了解？人家父母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性格怎么样？哎，你到他们家会不会被欺负？哎，你看看现在新闻里边啊，净是那些小年轻在一块同居，然后一吵架就拿刀子杀人。你说你万一碰到一个心理变态，怎么办？说什么呢？哪有那么夸张啊？什么我夸张？我说的这些事儿都是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你怎么想的你？哎呀，好了，兰姐，哎，是我错了，是我做事不周全，我应该早点跟你讲的。也是我太懒了，去他家住。以后我勤快一点，好不好？嗯。哎呀，好了，不生气了啊！大人有大量。少来这套！我跟你说，顾云琛他这个人很好的，他为我付出，也为我牺牲了很多。这个以后我慢慢跟你讲。今天人家第一次来家里吃饭，我们开心点，好不好？开心一点。怎么了？阿姨，我家呢是本地的，我母亲是桥梁建筑师，不过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也是医生，他们离婚了，所以我不怎么跟他打交道。我可以向您保证，维安跟我在一起，一定不会受欺负。还有您最后的问题，我可以非常确定地回答您，我不是什么心理变态。如果阿姨还是不放心的话，我可以去做一个心理测评。哎呀，好了，赶紧做饭去，快去啊，维安！阿姨，今天确实比较着急，也没有时间好好准备，所以就随便做了几个菜，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胃口。您还有姑姑就将就吃着。
顾医生啊，你今天第一次上我们家来，还让你亲自下厨，是我们照顾不周全啊。都怪这丫头，不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你呀，让你做饭还不好好做，下次你来，我一定好好招待你。没，阿姨，来。不是维安，他不好好做，是我着急表现自己，所以把他的活给揽下来了，对吧？够了。顾医生啊，阿姨，您以后就叫我小顾吧。来，你们有什么打算？你们计划结婚吗？妈。我自己倒是有挺多计划的，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看维安他的想法吧。我没什么想法。阿姨，是这样的，不管结不结婚，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我对维安的心都是真的，永远不会变。怎么证明啊？你还记得？你怎么会做这个西红柿煎蛋面的啊？而且是两个单面煎。维安曾经告诉我，他说这是爸爸的味道。我从当时就已经开始决定，以后就由我来做给他吃。虽然叔叔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味道是可以延续的呀。是，不然你吃啊，快吃。你先吃吗？阿姨，您先吃，你先吃，您尝尝是不是那个味道啊？来，您尝尝这个煎蛋。妈，我先把顾云珍送下去啊。晚饭做多了，你们呐拿回去吃啊。谢谢阿姨。我们拿回去。你明天不上班了？你不是跟我说小顾家离医院更近一点吗？啊？阿姨，您放心，有我在，我不会让维安受到任何委屈的。那我们走了。哎，贺老师，别忘了把工卡还给人事科啊！顾云峥，今天这一切都是百力所赐。哎，你们回来了。哎，苏阿姨啊，苏阿姨，现在医疗室在紫外消毒，不过现在棋牌室、台球馆还有瑜伽馆都开着，要不你们现在先去玩一会儿？不用了。哦，现在运动康复室啊人比较少，而且我们最近新聘请了一位教练，他是体育大学医学专业的博士，可以为苏阿姨啊量身定制一套康复计划，要不我带您去试试？姑姑，运动理疗对延缓病情是有帮助的，我们去看看好不好？而且啊，我还可以清场，这样您二位啊也可以一起上课嘛。姑姑。正好我这2天腰有点不舒服，能不能让咱们那个教练帮我看看？啊，没问题啊，阿姨，来这边请。来，阿姨，苏阿姨来请。来，
孙教练，这位啊就是我跟您说的苏阿姨。你看，根据苏阿姨的情况，制定一个安全性高，而且又能锻炼局部小肌群的康复计划吧。好，那我先准备一下，先检查一下苏阿姨肌肉力量的基本情况。哎，谢谢啊。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患者从参加药物实验之前到实验之后的影像记录。姑姑，之前来过这个康复室吗？来过。在这拍过视频吗？维安，什么事儿啊？拍什么视频啊？啊？小杜的助理说做广告，不会露脸的。师兄的助理怎么知道姑姑在这里啊？你说这个疗养院是谁联系的？是不是和张河医院有关？是不是和师兄有关？哎呀，这小杜他也是好意，他怕我自己照顾姑姑太辛苦了，他跟我说这个地方是跟公司签了什么框，哎呀，反正就是免费的，不住白不住，就把姑姑安排到这。不是妈，这么高端疗养院怎么可能是免费的啊？你想什么呢？还骗我说是邻居介绍的。姑姑，自愿退出协议书也是师兄让你签的。不，我是自愿退出的。我出去一趟。哎。在今年的神经病学大会上，HDQ39遭受了广泛质疑。仅那名现场的当事人就曝光了3例动脉瘤破裂，而负责研发的温玉良教授在大会上却表现得难以服众。杜总，不知这是知情不报，还是管理不善？